大家好，如果时间可以驻足，那么王一博一定傲娇无比，因为党妈去年的一句话，不仅对王一博提早完成了盖章认证的手续动作，而且更掷地有声地为影视圈的后浪们设定了一个低头可见的刚需门槛。这个门槛简直就像一首诗，在明白人的内心流淌。现在，王一博明晃晃成为了乐华当家无二的头部艺人了，乐华没他不能活。不过业内也是有其他公司在继续挖他。鬼聪明的王炸弟弟笑而不语，他现在更加关心国庆档的长空之王。长空之后，分水岭即将形成，甚至赵丽颖、王一博的新大陆或会交汇合体了。首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盛上2道内娱新菜，你能吃出什么梗和什么味道出来呢？第一道菜是隐秘的高手新兴阵容，貌似已定，那就是章子怡、赵丽颖、雷佳音、杨洋、张若昀、宋亚轩。第二道菜是平台公认的头部艺人新星排名是赵丽颖、杨幂、刘亦菲、刘诗诗、迪丽热巴、杨紫、肖战、倪妮、李现、杨洋。您看得出一些相当隐秘好玩的吃瓜皮俗人不太容易发掘的新兴潮流趋势了吗？也就是说，当王炸弟弟全年发力电影圈的摩托跑道之后，电视圈和综艺圈的流量跑道上，某些电影咖已经开始摆出了相当饥不择食的耐人吃相了。相当有个性、有魅力的电影咖倪妮，虽说在申万我的眼里，相貌绝非亮眼，成绩也不刺眼，但是呢，比起差不多同龄的赵丽颖，甚至电影起点同样高的王一博，他的运气跟他的眼界还是相当成正比的。他的最新的文艺电影《漫长的告白》，申万我实话实说，看了一半就没法看下去了。这片子原本铺垫的有趣带感，意念很美，结果进入主题后就开始杂乱无章，失去方向了，所以影评成绩6.6，相当的中肯。之所以提到这个电影咖倪妮和他的这部漫长的告白，申万我只想说的是，正装的电视咖海清精准卡点的文艺电影引入尘烟，算是一个明晃晃对比强烈的双向抉择的最佳写实了。老实说，说到这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依旧铁口不改，那就是赵丽颖狡兔三窟的绝活，还是差一部毁容级别的文艺电影。而老是被人度身定做、刷爆流量的王一博，电影之路在长空之王后，依旧面对毁容级别的同款挑战。申万我的这2个铁口，就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当然了，铁口再多，也需要月饼果腹，尤其是这个魔幻2022年的中秋节。虽然现在一年中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节日越来越多，大家都快审美疲劳了，但是在那些正式和非正式的扎堆节日中，几大传统佳节依然是最具人气和底蕴的，比如这个中秋节。即便现在节日太多，但过节的仪式感还是不能少。比如普通人过中秋节，合家团聚、吃月饼、赏月，甚至看中秋晚会都是标配。而娱乐圈的明星，除了这些仪式感，还会兼顾工作、宣传自己的影视作品、参加中秋晚会。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也要在中秋晒一组中秋写真大片，比美刷存在。比如今年中秋，就有3位85后当红花旦不约而同地晒出了各自绝美写真照。虽然现在娱乐圈当红女星多，但几位85花，无论是年龄还是状态都是最好的。奔四的年龄不算年轻，但比年轻女星有底蕴内涵，也不算老，比老年女星年轻漂亮，就像正午的阳光一样，光芒万丈。申万我的这个说法，您赞同不？刘诗诗、赵丽颖和杨颖3位85花的中秋写真大片，这次刷出的美感也是各不相同，各自精彩。赵丽颖与刘诗诗年龄相当，状态和经历相似，也是走红10多年，恋爱、结婚、怀孕、生娃都不影响事业和身材。产后复出和离婚后，赵丽颖的状态依然保持不错。赵丽颖工作室发布的一组赵丽颖中秋大片中，赵丽颖长发披肩气质佳，身穿素色宽肩吊带裙，手持花卉，十分端庄优雅。虽然还是娃娃脸，但妆容上多了几分成熟。相比刘诗诗的美背，赵丽颖则晒苗条性感的香肩，更有了辣妈的风采。杨颖那边离婚后，
大致也是完整且仔细地思考人生了。比方说，没有了黄晓明全力以赴的支持，如何继续偶遇下一个能够点石成金的大导演？如果您非常好奇申万我为什么会这么说的话，那么就恳请您自行回顾一下申万我深扒过的电影他的捷径论调，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妥妥的。鬼聪明的王一博能够在发力电影圈的道路上考虑再三，最终友情保留了综艺的镜头，其实也是魔幻2022年的最佳选择了。对比同样鬼聪明的赵丽颖，狡兔二窟，有时也是一举两得的正点态度和巴适之选。所以呢，要说这就是街舞第5季播出至今有什么遗憾的话，恐怕莫属队长 battle 环节还未上演了。准确而言，很多人想看刘雨昕跟王一博的 battle， 看看谁才是最强的明星队长。这种超高热度的期盼，跟去年同期同款申万我没说错吧？实际上，自从这就是街舞官宣了本季的明星队长阵容，两家的粉丝就相互看不顺眼了。原因也很简单，刘雨昕和王一博皆是流量艺人中的佼佼者，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流量见流量必然要互撕一番。果不其然，在本季的第3期节目中，双方的粉丝便在弹幕上掐了起来。尽管起因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本质上还是想一争高低，以此来证明各自偶像在街舞方面的造诣。但打嘴仗终究是各说各话，所以大家才会如此期盼队长 battle 环节。正所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用实力打对方的脸才酣畅淋漓。申万我一路都鼓励竞争，挑战竞争，因为竞争除了热血之外，就是相当正向的促进和提高。不过，即便在队长 battle 环节中分出了胜负，不服输的粉丝依然会继续死扛和口仗，要么说有黑幕，要么说在自己的心目中自家偶像表现得更出色。总而言之，就是死不认账。当然了，路人观众会有相对比较理性的判断，究竟孰强孰弱，旁观者心里会有一杆秤。纵观第3季和第4季，在队长 battle 环节中，王一博与张艺兴始终不分上下。硬要2选1的话，起码在个人的认知中，王一博要略胜张艺兴一筹。说起来，对于张艺兴个人而言，第5季没有来还是非常遗憾的，错过了很多非常优秀的 Crump 狂派舞的舞者，例如 Bad Machine， 这可是难得的交流机会。言归正传，虽说王一博在队长 battle 环节中表现优异，风头压过了其余的明星的队长，但这里的优异表现仅限于明星队长之间，与优秀的职业舞者同场竞技，依旧可以学习和进步，更不要说大神级舞者了。至于各位大牛舞者们的夸赞，听听就好了，多半是出于礼貌，毕竟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况且这就是街舞是一档综艺节目，非要让节目组在明星队长和世界冠军之间做选择，结果一定是世界冠军走人。这一点早已被肖杰验证过了，其在热血街舞团曾与陈伟霆产生过矛盾，然后就遭到了淘汰。故而对王一博的街舞实力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流量艺人中出类拔萃，但在职业舞者中依旧虚心，依旧成长。至于刘雨昕以舞者的身份参加过，这就是街舞的第2季，当时是在吴建豪的赛道，并且拿到了晋级的毛巾。实话实说，刘雨昕还是有2把刷子的。翻开刘雨昕的履历，不难发现，其10岁就开始接触街舞了，12岁一个人前往北京学习街舞，师傅正是 CUD 五虎上将之一的林梦。前后加起来，刘雨昕的舞龄长达15年之久，要是没有成为一名爱豆，必然会走上职业舞者的道路。换而言之，在街舞方面，刘雨昕是专业的，爱豆中很难有人出其右，与王一博对垒，并不会处于完全的弱势，大致可以5-5开。胜负的关键要看临场的发挥，包括音乐等诸多因素。Popping 震感舞的话，刘雨昕几乎是专长；要是 Hip Hop 自由式街舞，王一博几乎是主场，算是各有所长了。只是不清楚这一季是舍弃了队长 battle 环节，还是将之放到了比较靠后的节点上。既然观众想看，节目组就应该满足。原则上来说，也不存在任何的强人所难，没有道理刻意回避。这样的精彩会有更多的精彩，无数的火花，甚至可以让王一博在综艺界的后坐力
击刷出高过去年的热血高潮。这种高潮对于热血的摩托姐姐而言必不可少。爱不仅需要双向，更需要正向。深问我这个说法，您认同不？这不，《冰与火》的高潮也来了。因为影评平台豆瓣的开分姗姗来迟了，接近8万人参与了此次投票，评分7.3分。对于这个分数，跟网友预估的分数大相径庭。很多人都表示这部剧表现不俗，堪称2022年高品质的优质剧了。开分应该是8分以上才可以。现在这部剧已经大结局了，很多人看后都对结局有些意想不到。没想到最后的毒枭大 boss 是刘奕君饰演的杨星全，更被他的残忍跟冷漠所震撼。更重要的是，没想到最后吴振峰的中枪，让人看到后感觉是一个非常悲壮的结尾。正是由于这个结局的悲情色彩，凸显了缉毒警察的伟大跟禁毒的重要性。这部剧云集了新生代、中生代、老前辈演员阵容，王一博、陈晓的双雄对决，刘奕君、王劲松的飙戏名场面，都吸引了太多人的关注。这是一部上乘之作，不该被低估。从开播的空降到后续更新的节奏，无论是讨论度还是热度，这部剧都算得上今年刑侦题材剧中的高质量作品。只是很多铁杆粉丝还是没想到这次的开分会这么低，超过5万人开了4星，其中有6000多人直接给了1星，这让很多网友对此表示了怀疑。看到理由后，更是让人倍感气愤。给出低分的理由，大部分针对的人居然是王一博。只能说王一博的黑粉果然让人反感，这对于一部剧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其中黑粉的理由竟然是配音，明显的无中生有，这部剧配音口型不对，看过剧的人都瞬间无语了。原声台词说的很有质感，怎么可能是配音呢？这明显是冲着王一博而来的，有失公信力了，自然引发了网友打抱不平。很多评论区中都表示开分过低了，不该因为顶流艺人的参演就带着滤镜去看待这部剧。这部剧作为主流证据题材，致敬的是禁毒警察的无私奉献，再加上如今的大环境，这种工作付出的代价是电视剧很难呈现出来的。这部剧能够播出实属不易。当然了，这部剧的开播空降因为突然也能释然，毕竟现在赢得了不少的好口碑，明显跟现在的评分相差悬殊，自然对于这种的评分保有太多的水分，失去了公信力的评分真的让人意难平。对此的讨伐声不绝于耳，毕竟这部剧节奏明快，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老戏骨的表现十分的出圈，剧中演员的表现都非常具有鲜明的个性。其中王一博饰演的陈宇更是成长性的过程，他的表现可圈可点，不该被黑粉的胡乱操纵给低估。不过对于这个开分呢，只是暂时的，毕竟如今是网络播出，通过最近的制片人透露，后续可能会有惊喜存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部剧能够上星。上星后，估计口碑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不应该是饭圈所能够左右的，受众群体会更广，观众的认可才是真实的。这种认可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永远都比可以水分的票房和数字来得扎实无比。针对这次的开分，很多人都说饭圈的操作真的让人看到了黑粉到底多讨厌了，同时的为这部好作品也打抱不平，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对待。因此新万我还是那句陈年老话，也就是说新万我已经铁口聊过无数期的王一博的长空之王，如果没有拿下足够的口碑，即便票房上天，对片方的口袋加成要远远大于王一博的个人收获。而王一博的个人收获没有团队的协同作战，依旧堪忧。所谓经典在水一方，经典口碑吃遍四方，这就算是新万我对演员口碑的极简心得了。王一博如此，赵丽颖也如此。《知否》中的赵丽颖明晃晃已经成为了盛明兰的本尊本体了，这就是口碑的魅力。赵丽颖那一代人大火的时候，还没有网络造星这些后发的虚假流量的概念，他们都是一部一部戏演出来的。
他如果演技真的差得不行，他一个草根出身又不是资源咖，他咋可能走到今天，咋可能火？反正明兰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同龄的外形不符，大花青衣年龄不符，小花气场不够。不少人看他演，第一感觉就是很舒适。她也真的能撑起一部长篇幅的大女主戏，不知道您怎么看呢？尤其主母明兰，冷静理智强大又果决勇敢，豁得出去，明晃晃的决绝子上身。很多人说知否是古偶，但是小公爷对明兰发乎情止乎礼，小心翼翼。也有人说宣传了依附男人的思想，这不是励志剧，更像是一个个人传记。那个时代就是这样，而且也并非所有女人都依附丈夫。这也是为什么明兰能作为主角，不依附相互扶持的婚姻观，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内心黑暗的人不会体会到知否的温暖，内心单纯天真的人也不会体会到知否中虽无聊但也可悲无奈的现实。不喜欢的人你怎么安利，他也不会喜欢。就像大家都在说大江大河良心剧，但是很多人其实一集都没看下去。高反差的道理其实浅显，新万我也没少提。因为每部电视剧都有各自不同的目标人群，毕竟不是人见人爱、花不留白的人民币，当然不会所有人都喜欢。明兰因为人设性格好，被某些人当成知否、玛丽苏的原因，也有人因为明兰设计墨兰等一些人设中不好的因素，说女主金手指大开，不完美的女孩成为了女主，也成为了喷知否玛丽苏的原因。说到这，您或许也能明白了，相反的两个面都能被说成玛丽苏，这就是语言和视角的暗黑魅力了。这只能说明个人的思想不同而已，喜欢的都算是 get 了这部剧的精华。有些人看这部剧看的不只是这部剧，还有它所反映的思想。这部戏真的算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女主戏，女主坚强隐忍，分清现实，男主也不尽完美，但却适合过日子。剧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缺点，这点真的生活。还有就是容飞燕那里上吊，有人 get 到的是导演想传达的是在封建社会，女子的贞洁真的比命重要，从而抨击了那个社会。有人喜欢知否，喜欢的是他所传达的价值观，家庭经营，学会抗争，不忘初心，努力生活。不少人本来也是很在意那些台词细节的，因为知否想表达的另外的意思戳到人心，所以相比之下，那些多余的也没有什么好在意的。同样的，王炸弟弟王一博的《冰与火》戳到人心的对白也是相当走心的精彩。新万我对傅东育导演的熟练手法还是笑而要语的。境外丛林里，两名男子与对面的毒贩枪战，其中一名男子不慎遭遇射击，腹部中枪倒地，随即支援警察也到达现场击毙另一名毒贩。另一名男子飞速跑向中枪的男子，放下手中的枪，用双手托起中枪男子的头，躺平后用手按压住血流不止的腹部，急促地大声呼喊：“武振锋，撑住！武振锋，撑住！武振锋，撑住！”结果他舌头似乎打结了，喘着气，眉头紧锁，看着眼前中枪的兄弟，不知所措。他看着快要撑不住的武振锋，用力将他扶起，不顾一切想要救他的信念，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的心疼。这是《冰与火》的大结局，他们一路斗智斗勇，武振锋却不幸中枪，最后陈宇背着他，给了观众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这种设计您满意吗？申万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这部缉毒题材的《冰与火》是由破冰行动导演傅东育执导，陈晓、王一博兄弟二人联手将毒贩一网打尽的故事。陈晓的演技毋庸置疑，为了贴近人物武振锋，他蓄起了凌乱的刘海，灰色妆容，留着两撇胡须，甚至脸上的灰尘、毛孔都清晰可见，将痞帅颓废演出了极致。因为特殊的人设，武振锋的角色在正反两面之间切换，许多情节都让人破防。有网友表示，在陈晓身上看到了梁朝伟的影子，堪称巨抛脸式演技。另一位男主王一博的演技一路都备受争议，还被贴上了演技差、面瘫脸的标签。实际上，对比他之前主演的《陈情令》《有匪》，现在的这部《冰与火》
还是能够看出他的演技的一些不同和转变。说白了，遇强则强原本就是王一博的属性。王一博饰演的角色是一名年轻缉毒警，青春、热血、冲动、执着又认真，给人一种愣头青的感觉，而他能恰到好处的拿捏。王一博自出道以来就非常努力，不断突破自己，经历了几部戏的历练，这部戏中他的演技有了很大的提升，让粉丝们看到了一个潜力无限的年轻演员。流量明星的标签不在，可以说是他成功转型的角色。大家看到陈宇这个角色的成长，也看到了王一博的用心。一开始，王一博饰演的陈宇是一位职场新人，义愤填膺，任性冲动，又虎又冷，领导办案他抢话，领导散会他发言，领导发飙他拍桌，这些夸张的人设却意外获得网友的喜爱和力挺。有人干脆说陈宇整顿职场靠你了，稳了。王一博这次自带笑点。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性格逐渐立体鲜活起来。在一个小屋内，武振峰正翻找吴刚的案件线索，谁知一帮人破门而入，抡起手里的棍子就往武振峰打去，还将线索烧了。正在阁楼上的陈宇赶紧前来帮忙，结果被2个人压在墙角，抡了2下棍子便离开了。陈宇看着眼前的线索被烧，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眼神涣散，那种无力感让人感觉太失落、太心疼了。王一博将陈宇的状态刻画的层次分明，无论是面对阴险毒辣的毒贩，还是昔日发小武振峰，或是警局的同事和领导，都质感十足。他在追查贩毒的过程中，知道了武振峰孤身一人誓死与毒贩斗到底，也从心里佩服。2人从互相怀疑到最后联手对付毒贩，各种变化和演进，看得人热血沸腾。纵观整部剧的表现，王一博的演技可圈可点。他与武振峰吵架时武力值拉满，极具爆发力的情绪喷涌而出，多个名场面撑起了演员王一博演技的提升之路。一个夜晚，武振峰和陈宇面对面坐着，聊起了武振峰父亲的案情。陈宇义愤填膺地劝导武振峰要配合警方的调查，不然只能置身危险中。交谈中，陈宇越来越激动，一种不让别人一意孤行，而自己却执拗的要命的语气，像极了家长对犯错小孩的教导，气氛中夹杂着担忧。武振峰站起来，无所畏惧回怼道：“那是因为死的不是你爸。”陈宇猛地一拍桌子，也随即站起来继续教导，眼神笃定地看着武振峰，语气又变得铿锵有力，让人信服感十足。讲完，陈宇接连大喘着气，微颤的嘴角，眼神变得柔和一些了。这些微动作让人看到了一个替兄弟打抱不平的情绪，同时他又希望吴振峰能听进去自己的话。虽然此次对话未能获得任何收获，但陈宇始终坚持的理想和信念，任谁都动摇不了，坚不可摧。他的眼神戏也是值得一提的，特别有感染力。在警所的询问时，陈宇非常严肃地看着对面的嫌疑犯，手里拿着一张照片，眼神犀利，不容半点松懈。这紧张的氛围感太强烈了，近乎怒吼的声音询问。因为对破解案件的急切，男子又以先救自己的母亲为筹码，陈宇不得不压抑住自己爆发的情绪，眼神却坚定。这场眼神戏，他在面对不法分子时的那种冷静克制，戏很足，情绪很到位，有细节。于是乎，网友忍不住称赞陈宇成长了。这个人物除了血气方刚，还有温情的一面。女朋友杨玲过生日，正巧杨玲的生父杨兴全和养父林德赞争吵不休时，温情男友上线，陈宇抱着一束花走了进来，瞬间缓解了他们之间的尴尬。剧情发展到后面，武振峰得知父亲吴刚是被陷害的，就正式开启了真正的卧底生涯。而陈宇并不知情，在发现武振峰带走了案子的重要证人万萌萌，不惜上演了一场追车大战，不顾自己的安危，在高速路口又违反邻居的命令，无视邻居的电话，拒不接听，只往认为自己是对的方向追寻。这样的陈宇有点轴，做事冲动了些，但有勇有谋，不怕牺牲。
一个勇敢正义的人民警察的形象瞬间就立住了。他将角色和演员融为一体。王一博凭借陈宇这个角色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在导演傅东玉的悉心指导下，不断打磨人物性格，迅速 get 到导演的意思，不仅得到导演的夸赞，剧中的刘奕君和王劲松两位老戏骨也对他竖起了大拇指。有一场戏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称赞，但这背后的努力也是常人看不到的。在灰暗的警局办公室里，陈宇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武振锋被几个反派盯着，他警惕的眼神下，故作镇定地对着手机讲话。镜头切换到陈宇，眉头紧皱，手紧紧地握着手机，画面的紧张感扑面而来，带着眼神中的疑虑，陈宇一直保持沉默。看到这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感觉自己的手心都在冒汗。如果陈宇听不出武振锋的潜台词，那将是武振锋的一条命啊！好在画面停顿了几秒后，陈宇下意识咽了咽口水，眼神从一开始的疑惑到坚定，然后开始对着电话那头的武振锋配合反击。陈宇放下电话后，因为太多紧张，烧脑厉害，导致他脸色红润，额头直冒冷汗。陈宇知道他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较量，我看得憋着的一口气也终于提上来了。要知道，武振锋是提着脑袋跟陈宇打电话，这次帮武振锋脱离危险，卧底身份也完成黑切白。这段表演极具爆发力，台词逻辑紧凑，可谓是戏中戏。终于实现两人隔空联手对付毒贩，惊心动魄，默契十足。在接到这个角色后，王一博为了能够演好，不仅阅读了大量关于缉毒警察的相关资料文献，还找了影视同行学习，再去实地体验缉毒警察的真实工作场景。不得不提的是，这次王一博的原声配音也得到了网友的好评，台词情绪饱满，吐字清晰，各种微表情让人物更加丰满。王一博作为演员有天赋，肯努力，绝对是个值得追捧的流量小生。2014年，王一博作为韩国 UNIQ 的成员出道，优秀的舞蹈天赋加上自己的好胜心，开始拓展自己，向影视发展。通过学习表演知识，研究剧本，向同行请教，角色才能慢慢被挖掘。王一博并不是科班出身，在跨界做了演员后，能够在表演领域取得这么快速的进步，跟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后来，连央媒都给出了权威的解读，用了20个字总结，也就是演员不吃苦，演技不进步；演员多吃苦，接戏有出路。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这句话说的朴素而质感，精准而带感。这句党妈一锤定音的语重心长，真的非常震撼。不仅对王一博提早完成了盖章认证的手续动作，而且更掷地有声地为影视圈的后浪们设定了一个低头可见的刚需门槛。这个门槛简直就像一首诗，在明白人的内心流淌。在2021年6月底的时候，CCTV6电影频道通过专题的中国电影报道发布了王一博《冰与火》的相关讯息，向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位优秀的认真拍戏的青年演员。这次专题的报道让王一博一举成为了上进优秀的化身和年轻演员的代表。报道提到说，王一博戏外进行体能训练，戏里也有不少动作戏份，尤其是他在雨天泥泞当中打斗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和所有偶像出道的艺人一样，他的身上也难免会被贴上流量和偶像的标签，而这次通过《冰与火》的制作特辑，让官方认识到了一个认真拍戏的年轻演员王一博。因此，演员不吃苦，演技不进步；演员多吃苦，接戏有出路，一下子成为了拉风抢眼的点评金句。党媒官媒大声疾呼说，在这种粉丝鼓励偶像继续努力，而偶像也不断树立阳光形象，再把正能量传递给粉丝的良性互动模式，令人欣慰。这才是一位偶像演员正确的打开方式。在这里可以继续补上3万字或者3天3夜的新万我，只能留给您更多的想象力了。关于这些党媒官媒充满伪光正的各种阴阴的目光，当然了，演员在表演方面有天赋当然重要，但不能因为有了天赋而不去努力，怕吃苦，肯定是不会有好成绩的。冰与火的导演说，在挑选陈宇角色时看了很多人，而王一博其实是最不像陈宇的。
因为他太年轻，又有点小雅痞。但触动他的是，王一博的眼神里有清澈、执着和镇定，这是陈宇角色的灵魂。王一博在拍摄《冰与火》时特别认真，当时在云南边境实地拍摄，所以很多时候都会遇到真正的边境警察，这是一种非常危险又伟大的警种，每一次都需要认真排查危险，每一次都要赌上自己的性命。总之，这部剧不仅让观众了解到缉毒警在用生命与毒品做斗争，更让观众感受到了毒品的巨大危害。剧中一个又一个与毒贩惊险刺激的打斗场面，直观唤醒了观众对毒品的警惕心。围绕远离毒品、打击毒品这个题材，冰与火主创团队用文艺作品勇敢宣传禁毒使命的强烈社会责任。王一博怀着赤诚之心和敬畏之心，最终用自己独有的一面，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导演的认可，获得了网友的认可，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更加有意思的是，对于没有看过瘾的观众，魔幻的今年，王一博还将有一部电影《长空之王》，他会以试飞员的身份带着多款中国最尖端机型与大家见面。新万我预计影评大战最终会为王一博指明新的征途。演员不吃苦，演技不进步；演员多吃苦，接戏有出路。这句党媒官媒的语重心长，放在王炸姐姐赵丽颖的身上，也是超级亮眼的说服力。现在，王炸弟弟王一博通过吃苦耐劳的劳模本性，明晃晃成为了乐华当家无二的头部艺人了。乐华没他不能活。不过业内也是有其他公司在继续挖他。鬼聪明的王炸弟弟笑而不语，焦急的王一博现在更加关心国庆档的长空之王。长空之后到手的成绩单会让王一博更加的通透和明白，分水岭也终将形成。就像赵丽颖一样，私下的她话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赵丽颖觉得很多客套话都是废话来的，实力才是明白话。因此，新万我乐见2023年赵丽颖、王一博的新大陆或会实力交汇，某种合体了。